各位朋友们好，今天呢是到了这个冬至的这个时节了哈，首先呢祝大家冬至快乐。这个冬至呢是一个节气，冬天到来的一个重要节气哈。那这一天呢有一个重要的地球的特点，就是全年之中哈，这个白天最短的一个时间，也就是到了最阴冷的这样一个季节来了，但是呢，虽然是这个最阴冷的时节来了，任何事情都是叫物极必反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温暖的气息也就开始了，也是就益阳出生了对，所以在这个时节呢，最寒冷的这个时节呢，所以我们就需要呢，关注到我们的身体。要想让全年一年的这个身体比较好的话，要做一些进补的行为哈，比如吃一些补的食物能让这一年呢都有一个健康的底子，打下一个健康的一个好基础像我们比较推荐的呢，就是这个红豆补气粥或者补气红豆粥这比较好。我们的厨房的研究呢研究的非常好吃对，有红豆，还加了这个白米吧白米，还有糯米丸子糯米丸子就是配在一起呢，真是就是好喝，补血又补气这个非常好，希望大家呢也抽空煮一煮就这几天都可以所以其实你就是喝一碗普通的粥，热热乎乎的让你这个胃呢很快就暖起来，也是挺舒服的。好，那今天这个咱们要讲的这个内容话题是有点和以往的不同就是关于这个禅宗这个开悟的问题所以咱们讲一个一位大师相关于开悟的一些研究。一些话题，毕竟是已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就是1000年左右的禅师了所以他现在又不在人世间，所以我们只能说通过他的一些只言片语来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呢共同的去享受这个一位大禅师他这个觉悟开悟的一些过程一些现象。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的但是如果我们讲得好，分析得好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应该会有一种非常享受的一种禅意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为了把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讲得好，我们特别邀请了2位非常热情的网友一位呢叫 Amy。师父好，大家好，我是 Amy。好，一位是小马。师父好，大家好，我是小马。好的，那我们就一起还有这个香可，还有坤提师姐我们有5个人一起呢聊一聊这位禅师的他的开悟的事迹这非常好玩这话说是在这个宋朝的时候，中国宋朝大约就1000年左右吧1000年左右其实那个时候出了好几位非常知名的禅师。那我相信在一个宋朝经济比较繁荣的时候呢国泰民安的时候，其实文化、文人、哲学、智慧什么工业生产技术等等的都是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所以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所以唐代经济很繁荣，所以它的文化更繁荣，是吧？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大诗人宋代也差不多了，就是好了，现在我们说的这一位呢他是非常有名在宋朝时期呢，他呢有个名字叫做无门慧开禅师对，反正历史上就这么叫的对，他写过很多首诗这种感悟的诗所以也一个说他是一个禅师，
也是个修道的人啊，也是诗人啊。但是其中有一首诗呢，看起来比较通俗，很多人都听过啊，对，非常好玩。在过去呢，还有无数次被人谱上曲子的时候当歌来唱啊。这首诗是这样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冬有雪哈，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还挺美的哈，哎，有所感悟吗？有，师父。我们就在于聊哈，你什么感觉呀？就是一种特别美好的心境。那前2句呢，就感觉哎呀，春天百花盛开，这个秋天皓月当空，然后夏季凉风习习，冬天白雪皑皑，就是4季的美景都描述出来了。就是感觉，然后第3句呢，我就是觉得有一点，哎呀，这个若无闲事挂心头，听着特别好。那这个，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可能吗，师父？我怎么觉得这个心里的这个闲事儿好像就没停过似的？我是觉得几乎来说哈，在一般我们说普通百姓人家哈，就是你越聪明一点儿，这好像闲事就越多，是不是啊？你说傻点吧，别人骂2句还没反应过来，别人讽刺听不懂，这个就不太心烦，是不是啊？哎，说这个闲事和凡人的凡事是不是有一些共同之处啊？我觉得他指的是这个若无闲事挂心头，就是烦恼、烦心事儿。应该是这么回事儿。香可说2句。就是可能也不是完全的烦心事，就是说你的脑袋好像一直不断在想一些事情，就是没有真的就是清静下来的感觉，就不休息，脑子一直在转。这是我的理解了。咱比如说，我们为了脑子不转，对不对？我找个清静的屋子，没有孩子和其他人打扰，再喝上2盅酒，再晕乎的，是吧？哎，这不就是也是挺清闲的吗？这时候叫清闲呢，而不是闲事儿。是不是也进入了一种很清静的状态呢？就是真的喝酒糊涂了，可能就暂时性的，师父。但是我不能一直在那个状态下，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不能总是喝酒，但是我又想没有烦心事，就这怎么能做到呢？就请教师父。你这个不能请教我这个就是一个同样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在分析说春有百花，就看你们家老家是哪里的哈，也是比较北方，春天有没有一些枝叶生长出来，在枯萎的树枝上长出来新鲜的枝叶或者盛开的小花，有吧？所以你不管是哪个省，这个现象都有。你到马来西亚的话，一年4季总是春有百花春有百花春有百花。它一年4季30多度，它就没什么冬天。它好不容易熬到冬天了，30度还是老热的。所以你就是算是正常的一些世界之中冷一点热点的地方，春天春有百花是一个常态，对不对？秋天大家为什么它秋有月是一种描述那平常就没月嘛，因为到了秋天不是有一个吃月饼赏月这个说法嘛，这他就用了个秋有月对冬有雪，在北方冰冷的冬天只要零下几度之后都是有可能下雪和见到雪，对不对？这是在一个北方自然的生活状态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你说这就是天堂吗？如果你单纯描述这样的一种天气状态的话，这也不叫天堂，就是自然状态，对不对？但是他说了，
如果这些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没什么烦心事儿，这真是挺好的，是不是啊？这是人间好时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间社会啊，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问我的，这个闲事儿是怎么来的呢？他说的闲事儿，我们怎么理解呢？闲事儿怎么理解呢？那我想到的都是吃相关的，我和香科想的都差不多。他除了还增加一个嫁人之类的哈。我觉得众生就是以食为主了，众生以食为天，是吧？那一天3顿饭，少一顿都饿得慌，对不对？你第一个说，今天我要吃饭吧，但是我没有收入。当今在城市之中哈，说我没工作，2个孩子还小，一个老婆干活挣的钱还少，不足以养活家庭，丈夫又失业了，这是闲事吗？是哈，这叫闲事哈。你的智商还真的适合于修禅啊，因为它能开智啊。哎，对，它不是闲事，是烦事，让你烦恼的烦。说若无闲事，谁乐意？这个是这里指的这个闲事是这烦事，应该说若无烦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只是把这个字改了一个字，显得优雅。如果直接说凡事，就有点直白了，就是那个粗俗感就有了，对不对？对，很多文人呢，他希望说用某一种景色、一种现象描述他的真正的心情和真实的事，他用来描述中带有一种遮盖的感觉，就需要你自己去悟，是吧？我刚才说，那你这个今天你一家4口人吃饭，是吧？那主生产力没有工作失业了，立刻就烦恼就来了。那你不是说我喝了2盅酒，我喝2瓶酒，哎，终于心中就没有烦恼了，而且1个月也没烦恼，是吧？不可能嘛，因为你们家的开支不够呀。太太收入1000块钱，全家真正的从租房到买菜1个月需要4000块钱收入的支出的话，那他确实就是烦心事啊。所以这个烦心事不是你自己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出来的，它是真的烦恼，对不对？哎，你年龄老大不小了啊！这咱们刚才实际上说出嫁这个问题，你年龄不小了，我确实想嫁人，长得也不差，可是就是找不着那个人，就是烦嘛。这不是精神中的一种抉择，对不对？他实质就是烦，身体燥得慌啊，心跳过速，脚心冒汗啊，说话语无伦次眼睛变对眼儿就想找地方发泄发泄大冬天游泳对，这都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这是吧？这个不是你想出来的凡事，也不是用这种辩证法之后就理解为它不是凡事，对不对？无论怎么想，它就是凡事，对不对？还有比如说你们家有个孩子天生有点，比如说小儿麻痹，对吧？我在网上一看，天生生出来就少一只胳膊，那家长就烦了，说早知如此就不生他了，将来这个孩子怎么面对人生啊？是吧？所以有很多我们说的这个烦心事，不是你自找的，还真烦心。还说你爸叫车撞了也不死，撞得腰动不了了，下半肢瘫痪，生活的需要一个常人伺候，能不烦吗？对不对？还你孩子就是脑子不那么好，读书天天叫老师骂，天天请家长，天天威胁着把你孩子从学校赶出去，烦嘛。这有的时候家长的气得咬自己啊，这咬了自己孩子也改不了，烦嘛。对，所以这些并不是通过某种心理行为去进行改变了的，就这样，怎么办？对，所以这个烦事多着呢，我只是说了几件事而已。就人生人生处处是烦恼啊，所以很多宗教中就说，甚至佛教中也在说，人生就是来受苦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受苦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罪就是罪业嘛，有业，哈哈，有罪业，所以我们来受苦的，哎，就是这样，所以这首诗还挺好的哈，对，所以就是也特别想要请师父给我们开示，就是写这首诗的这位大禅师，他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修行的过程，最后能够写出这样一首心境和觉悟境界的诗。咱们查看一下，就是他的过去都做过些什么事儿哈，就是从这个文字端寻找到他的足迹哈，都经过了哪些现象行为，好吧？来查查看看来。好的，师父。好，对这个无门慧开禅师啊，我们看哈，他呢在年轻的时候啊，他是在世人眼中的一个笨小孩儿。哦，笨小孩儿。哎，对，就是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读书不容易吧，哈，他就出家了。他就出家了。那对于这个出家人来说呢，可能某一些出家人他们的这个终极目标就是要开悟。是吧，师父？是啊，对，因为西方人那个神是从天上来的，他不用修，是不是啊？而佛门的这种文化与智慧呢，就是你要通过修行开悟，获得了大智慧，才能够度生死啊，度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他需要去悟，需要学习。对，就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对，所以就开悟。那为了开悟呢，他也是非常的努力呀，哈，师父。他呢就首先是疯狂的学习，他读遍了这个佛法的各种各样的经典，然后呢严格的持戒，一点都不敢松懈。而且呢，他还行脚天下，就是他背着包啊到处走，去不同的这个名山道场啊拜访名师，去求佛法。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哎呀，非常的努力，可是呢，就是怎么都没开悟。就是很努力了都没有突破，所以也是，他就是这个状态也是。我们听着也挺不容易的哈，就是他不是说像，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悟的这个基础不同哈，有的人呢就很快可能就能够悟出一点这个智慧来啊，从修行中得出一些智慧。但我们这位慧开禅师开始的几年啊，他在努力的过程中啊，还真的是感觉好像是没开窍。对，我觉得这真的挺不容易的。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它至少有个指标嘛。你说你考试，你能够说，我考到100分，考到80分这样子。那这个开悟的这个感觉就有一点，就比较模糊一点的感觉，对吧？就是他怎么印证说他有没有开悟？但是他那么努力，他也就是一直感觉到自己就没开窍的感觉。对，他也挺苦恼的哈。对，但是呢，后来呢，他好像就遇见了他的一位就是非常重要的师傅，是吧，师傅？是啊，对，他就遇见了一位他的这个叫岳林师观禅师。对啊，对，那这位禅师当时也是一个赫有名的大禅师啊。那这个慧开啊，他也是满心期待的哈，说终于找到了一位大师傅，然后就去拜见这个岳林师傅哈，然后也是带了很多供养，表达他的真诚的心啊。那这个岳林禅师见到他了以后呢，打量了他一下，就是给了他一个字儿，然后就走了。什么字呀？给了他一个无字。就是有无的无。然后就是师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就说你去参悟理解这个无字。然后师父就离开了。这个慧开还想问呢，就说这无字怎么参呢？哈，就是师父也没给他一些什么方法。他想这他是该读书啊，还是该打坐呀，还是该每天干体力活啊？就怎么去参这个字儿啊？结果师父就走了。师父就走了，都没法问呢。对。这到底让我干啥？是啊，怎么办呢？对，他就有点懵了。对，这确实不容易啊。就像你去打工，然后那个老板就给你一个工作，然后你再问他什么细节的话，他就说你就做吧 ，do it 吧。
，just do it 啊，然后也没有告诉你怎么做，也没有告诉你就是要做到什么程度，就让你去做，这样子。这人很发懵啊！啊，有一点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对，就很多人其实干活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给我分配的很清楚，有一个那个具体的工作流程步骤，对不对？1、2、3，我该怎么做，做的什么效果，给我说清楚，我保证做不错，对不对？而且越做越熟悉。你给了我点活没告诉我怎么做，或者是做还是不做呀？到底都没说别的，你就走了，这急死我了。是，对。对，一般人可能就这样子就不干了，对吧？就放弃了。但是佛门不一样，佛门讲究是悟嘛，对，去悟。对，所以应该说他很快就理解了，他要去悟怎么样在一个毫无头绪之中，从这个无这个字上去解悟呢？怎么样去解读和参透它呢？对，事儿就麻烦就来了哈。是对，那这个慧开呢，他确实他也没有放弃，他很努力啊，师父哈。就1年过去了，2年过去了，最后3年4年过去了，就整整6年都过去了。白混了。我也不知道他做了啥，反正师父哈，这6年过去了。应该说这个过程中他就正常待着呗，就是。该随便有点活就干点活，读点经，打个坐。但是在这个字儿上，一直。不知道琢磨些啥，对，因为我们很难将自己日常的心路历程完全记录下来，因为心路历程也是千变万化的，对，所以他在这上头应该想了很多，但是他没有感受到完全悟透的感觉，对，就像那个蒸馒头哈，本来25分钟熟，这蒸了10来分钟到18分钟之间，它不是没有感觉，对不对？但是没有透彻，就是一直没悟透，所以到了这个第6年呢，这个慧开他就发了一个狠誓，他下了个决心，他就是说我今天要是悟不透这个无字，我就不睡觉了，我宁可这个我如果睡觉的话，我就让我的身体都烂掉，我也不能够就是我也就是不下定了决心，就一定要参透这个字儿。他就这么下了个决心。下了决心之后，他就每天呢，他就，就在他们那个经廊上走来走去的，就悟这个字儿。然后可能也是走一走、打打坐这样子的哈，师父。然后有的时候他实在困得不行了，他就用头去撞那个柱子。就是不让自己睡。柱子也不是他买的。就是他的这个决心和愿望是很强的，他就一定要把它悟透。对，可以理解这种感觉。是哈，对。那然后呢，他一连好多天他都没有睡觉嘛，哈。因为没有参透嘛。对，这回是下了决心了哈。怎么听着感觉有点像当时释迦牟尼佛祖坐在这个菩提树下啊，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这个开悟哈，否则我不起来啊。对，慧开也是这样，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呢。他可能是在打坐，我没具体说他在做什么哈。他就突然听见从他们那个斋堂传来了一阵绵绵不断的、密密麻麻的，好像鼓声一样的声音。是剁饺子馅儿？不知道。在菜板上咚咚咚咚咚咚。但是他感觉像敲鼓哈。对。像密集的鼓声哈。对，他就觉得像密集的鼓声。因为他可能那一段时间，他一直是长期的专注，一定要悟透这个字嘛，哈。那个鼓声一来呢，他就感觉好像一道雷劈进了他的脑袋里，哐当一声就轰的一声就一下子好像积压了这6年的这个大疑团，就一下子打开了，这个雷劈了脑袋就被雷劈了似的然后他就突然感觉自己开悟明白了。然后写下了一首诗。这个诗怎么写的？这个诗是这样写的，师父，是青天白日一声雷，大地群生眼或开，万象森罗齐稽首，须弥搏跳舞3台。这里还是想请师父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就是他这个诗想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状态？这咱们分析分析哈。好，这毕竟我不是他哈，他那么高境界，这个，从这个字义上来看哈，青天白日一声雷，这个比较直白哈，大白天的，天好好的也没下雨，咣当来了一声雷，他还被雷劈了的感觉，至少是这个意思啊，被雷劈的咣一声，第二句就不一样了啊，第二句描述说世界对他被劈了这声雷之后的感受，说大地群生，就是茫茫的这个世界是众生哈，就突然间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什么？对，全世界的人开始睁开眼睛，看见了啥？第三句话的意思是万家森罗其棘手，万象森罗你也可以理解为万家，千家万户甚至是这个世界，不光是人和人家，甚至这个世界，甚至树啊，甚至动物啊，是吧？这个世界的万象哈，其棘手，棘手是中国古人见了朋友的见面，一个是一手握另外一手的拳头，之后呢还要鞠躬弯腰，头的点头，这叫棘手，连手和头一起，这样叫棘手。其棘手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尊重的意思。千家万户的众生都来尊重你那一种，那你就变成一个高贵的一个什么了那最后一句呢是这个须弥搏跳舞三台。须弥这个词在其他教里没有，只有在佛教之中呢，释迦牟尼佛说这个须弥山极乐世界的须弥山的山腰对，所以这个须弥山之大呢，就形成地球是须弥山上的一个点而已，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种，不是无限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世界。须弥山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划线它是这个须弥呢，这个巨大的世界呢，突然之间来了精神，就跟你一起产生颤抖和跳动的感觉，就代表着说，这句话也代表着说，这个诗人，这位禅师呢，叫慧开禅师呢，他的一种觉得好像自己被雷劈开悟的感觉，这个世界好像一下通透了，但世界众生又重新认识了他。那么人一旦开悟之后，人的格局就升格了，是将会被世人众生仰望的尊者。尊者是高贵的生命，尊者不一定是一个人，不一定是一个尊贵的人，可能变成一种高级的生命状态，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类似于神灵的现象因为须弥山都为你震动，因为当年说释迦牟尼佛开悟的刹那，大地为之震动震动3天，是不是他第一次初转法轮，大地为之震动千万只鸟来给他护法一起唱歌跳舞，对吧？所以这是一种描述开悟之后，就是世界对他的喜欢，对他的接受，对他的爱护。这里也有，所以这个后3句都是描述这种世界与众生对他的尊重尊崇的感受。对，青天白日一声雷的概念是他感受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这个时候他自我的描述就是说，我开悟了，世界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那其实再直白一点说，大概我已经成佛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成佛成圣的感觉那你也不要说到底是什么佛很多佛教人士会非常在乎他到底什么佛，这是慧开禅师自我描述开悟成就的一种感受，谁也不知道他成就了什么佛什么状态，因为有时候还不一样的，之后我们再讲这个更深的东西所以至少慧开禅师自我用文字描述的是开悟的一种状态。好像这个咱们网友小马有话要说呀，小马。师父好，我是小马。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师父啊。就是这个慧开禅师，他苦修了6年啊，又头都撞柱子，他都没能开悟的话，为什么突然听到了一阵鼓声，他就能开悟呢？这个鼓声的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坤提。是啊，我还想再接着他的这个问题问一下师父，就是他这个，就是我看到网友也在问啊，师父，就是说那是不是听到鼓声就能开悟了？他这6年可是很努力呀，最后一个鼓声就让他开悟了。是不是这个鼓那个震动波比较强啊？震的那个，比如说水杯里头那个水在震动啊，是不是人的脑被震动之后就激发了？但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些什么舞狮啊、打鼓团的，不就那边那些人也是啊，都开悟了吗？都应该开悟才对。那开悟就不用跳舞了，就不用去舞狮子了。这倒也是哈。只是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巧合。因为前面他的师傅给他抛了一个字儿，他请教师傅嘛，对不对？师傅就告诉他一个字儿，就是怎么样获得最终的开悟成就嘛，大概。师傅说你去参无那个字，参无吧。再想多问呢，师傅扭头走了，而一走呢就见不着了。苦等了6年，他也不是光干等，其实一边想着这个字儿，一边还等着师傅在问呢。师傅，这无到底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是吧？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在有一天，其实这个无字儿一直在他大脑之中耿耿于怀，是吧？就是每天来咀嚼着这个字，到底是啥呀？啥意思呀？我相信是有所收获的，只是并没有完全通透的说，我明白了，没有做出总结性的这么一个通透性的一个总结而已，对不对？所以那不是描述了吗？那一天他在这个走廊里是在思考这个字儿的时候，苦思冥想想不出什么出路的时候，听到厨房呢出来是密集的打鼓的声音，所以我说是不是在剁饺子馅儿啊？这有可能哈，这有可能，说不定别人敲着鼓念佛呢，都不一定。但是他受着某种启发，当然更深的一个度，说不定并不是人类的鼓声。好像艾米也有问题呀。师父好，是这样，我也确实挺好奇，就是读到禅师写了这样一首他的感受就是他突然领悟的一种感受，4句诗。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能写出这样水平的4句诗的人就是一个开悟的人了呢？这句话问得好，就开始上楼梯了哈，有了一定的高度了。对，我们实在其实单纯用这么4句的诗，就表明了真的开悟了吗？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在于佛门修行之中，无数的人，不管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无数的人写出来过，应该说描述自己开悟的诗篇或者一篇小文章是这种感慨之类的这个文字是用语言给人表达，都有，就是无数人有过。对，那至于说开不开悟，我觉得还要从中去寻访，去参考他的很多的行为，才能够理解他是否达到我们所说比较终极的开悟。是这样。因为我也确实遇到过多位专业的修行者，就是出家人在跟我也来叫盘道聊天，他彼此的一种认可吧，他也希望，我说的有点大话了，他可能到处也希望说别人对他有一个
开悟的认可。那遇到几位之中呢，有一位觉得还可以，但是不够彻底。有几位呢，有差不多3位处在一种不正常状态，他就精神有点失常。他精神失常的，他看到的光啊，感觉就是把他搞得就是云山雾罩的，就是迷糊了。说这个不但是不开悟，反而叫入魔道。所以光凭那几句话和他所谓一般的表达来说，这你如果去分析他的人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开悟的经验和智慧，你才能去评价这些高僧的成就，对不对？需要有这样的经验。那有这种经验的人也少之又少，所以通常来说很难评估。所以在当今很多佛门的修行的这些大师们，你在家中普通人是不可以评估他的，否则有亵渎的意思，对不对？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我给你描述了一种现象，你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什么，达到什么境界，也确实不太好评估所以那我们要想从看待一位历史人物他是否开悟了，我们只能想方设法去看他的全局全貌那种状态，再来从中做细致的分析。所以艾米提的这个问题呢，还是真是挺好。所以如果有人如果把这个诗稍稍改2句，完了说你看这是我的成就，那我们怎么办？就是你们前面讲了他开悟的大师那现在我也达到这个状态，那我们挺难堪的，对不对？你有很多事儿还不好说破，是吧？所以我们也只能去想方设法去观察了解它的全部。那就说到这儿，其实就是那个故事，他接着往下哈，师父。他这个慧开禅师，他忽嘣的一声在脑子里出现之后，他写下这首诗呢，他就迫不及待的，也是想要告诉他的师父他当时经历的那样的感受。对，那他就去找到他的师父了，然后跟师父说了以后呢，师父呢却对着他大声的呵斥了，说哈，你这小子到哪里又去见鬼又见神了，就很厉害的这样跟他说了一句。然后呢，慧开呢，他见到师父对他大喝了一声，他也当仁不让的哈的一声又喝回去了给师父。就这样。然后呢，他的师父接下来怎么着了呢？又做了一声更大的狮子吼。然后呢，慧开呢面无惧色的又大喝一声喊回去了。就这师徒2人就这样喝来喝去的，然后接着呢俩人都哈哈大笑了。笑完之后呢，师父就当时呢就我们查到的这个经典的师父就认证他开悟了。然后呢，他自号无门，意思就是大道无门，千差有路。对，还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想请教师父来为我们解读，他和他的师父之间这样，就是在他开悟之后去跟他师父去分享，然后2个人这样来来回回的这样的一个对答，用这样的方式是什么样的状态？通常呢，就是像刚才艾米提的问题那我们宏观是这么回答。但如果你有你的在世的师父的话，你有了某些感受，包括说你觉得悟了，或者是有所开窍或者某种现象，或者我头疼，都可以去告诉师父，这样师父好帮你。其实他刚才做出来这个状态是对的，他有了这种感受，有一种开悟的感觉，他立刻去找当时的他的方丈师父。方丈师父并不是给他说无字的那一位吧？是吗？是同一个人吗？岳林禅师，就是岳林禅师。对，岳林禅师说我们回来了对，好了，找他的师父，给他师父说了之后，他应该想象中得到师父赞美，说好小子你终于没让我失望你是吧？榜上有名了
啊，佛前又多一朵莲花，啊，你开悟了。他没等到这一句，师父反而呵斥他，胡扯，那就是反正当时咱们就编嘛哈，胡扯，而且训斥的方式，你是见鬼了吗？什么咣当一声啊，吓谁呢？老子啥没见过呀？啊，那么这徒弟一听也惊到了，哎，你不但不评价我，不赞美我，你还这么数落我，还把我贬得这么低，啊，可能也是说不定有点情绪哈，就是开始哇乱喊了几句，啊，他的师父也冲他乱喊，用更大的声音给他喊。有时候两人，我们假设，有些人给人讲道理讲不过的时候，就靠声音压倒对方，这个可以理解吧？就是你想干啥？就是以声音震倒别人啊，威慑到他们，对不对？啊，别胡说八道了。那个时候你才胡说八道啊，就是都在一种看似一种情绪的表达，用声音表达他的气势的一种状态。但是表达完了之后，喊完了之后，师徒俩相视而哈哈大笑。完了，师父说：“好小子，你有所成就了。”最后告诉大众说他开悟了，就是这样。这个感觉我们不可以复制它，告诉所有的佛门修行的师徒，你就这样，到时候收拾你徒弟。没有一种准则，验证开悟没有准则。如果当这个把验证徒弟这个是否觉悟呢，写成一种准则来考验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出错。大家是为了对付这个准则而编瞎话说谎，而这个时候师父用的他没有想到的方法来测验他和快速的观察他。所以你说你见神了见鬼的啊，我那就刺激你见狗屎，你见鬼了，神经出问题了吧？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你神经是不是出问题了？就故意贬他，是吧？用大声的说他啊，那么就是没有，我真的，而且理直气壮。师父这些都在观察他，就像一个老警察用某种语言激发了某个罪犯啊。比如说这个人不是我杀的，警察说嗨，你也不用狡辩了啊，手铐拿来了，你呢有什么遗言先写出来，还会给家人做个交代。那这个人没杀人会怎么办呢？放屁，什么遗言呢？你写遗言差不多，老子一会儿就回家，人不是我杀的，对不对？他没有做这个事儿，但是警察用各种的测试的方法，师父我想也其中有这个含义，他用他的某种方法来测试就是为了印证嘛，印证这个弟子他是否究竟遇到了这个开悟的这个现象，就是这样。那这个最细致的感受只能由师父自己知道，别人像咱们今天只是说隔了1000年，给做一个1000年之后的一个分析而已。说不可以复制这个方法来印证弟子是否开悟啊，这就是师父临时的一种感觉。但是师父感受到他开悟后的那种通达的感觉和超然的气魄，有没有开悟的人达不到这么强大的一种气魄。但是并不代表互相喊大声音你就是有道理了，肯定师父没有这么肤浅。对，最后还是得到了师父的认可。这点我就讲这么多。感恩师父。那还想继续请教师父哈，就是他在这个听到鼓声之后，他的脑子就嗡的这么一声，然后他就开悟了，他自己觉得就开悟了。这个嗡的这么一声，它是什么呀？嗡的一声嗡的一声就是一种响声。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说呢，我不是个经验绝对老道的人
那时候我修的时候年龄还小，但是这种嗡的一声，确切说是爆炸声。凡是开悟的人，我可能说的有点过分了哈，我只能说某些开悟的人，他遇到开悟，在某种机缘巧合的激发下，会产生类似于你自己头颅中类似于爆炸的声音的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这时候我们没法描述说打雷到底是个什么样，咵一声，还有空一声，那到底是哪个声音不知道，还有别人不一定听到了这个爆炸声，这只有他自己在大脑中的一种响声。我只能这么说。但是类似于这样的类似爆炸声音在自己大脑之中呢，我不敢说所有，很多有所开悟的人都遇到过这个现象，是这样。还有这个开悟，并不代表着说，比如说拿中国菜来说，满汉全席我都会做了，并不代表说你会绣花了，并不代表你成了一个医生，都不代表。只是可能说从过去那种状态，比如说笨小孩嘛，这个笨的状态变成一种类似一种智慧状态。你这时候你的头脑反应状态类似一种智慧状态，大的道理可能懂了，但是小的该不会做的事你还不会做，人生没经历过的这个问题你还是不懂。但是和过去呢本质上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你的基因之中综合下来就是说你就是笨人加笨人再加笨人，就是三笨合一对。但是呢从此改变了之后呢，你经过修行发愿等等这个现象，等改变了自己这个状态，也有一天轰的一声之后，可能你从这样的一个笨拙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状态的一个孩子，就变成了说你的大脑和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这时候你再进行学习的时候，你立刻像飞一样进行学。你可能看看书皮随便翻两下，这个书大概就懂了，就有可能就是你的读书像神童一样，就发生一个就是本质的改变，是这样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成佛了，还有那么几步要走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在这个人没有经过一定的年龄岁月的，就是人间的挫折，你很难懂得人生。光人不要说开悟，光人自我的就进行软化的，或者是一种对自我人生磨练磨砺的一种较高的一种状态。我说和佛教修行没有关系，就是在人间正常磨练的一种修行，就做人的修行。不管你是今天成为一个技术技能者，还是一个公司经营者，还是一个江湖卖艺的，等等的，包括推销人寿保险的，他都需要经过一大番的这个如梅花在寒冬腊月的寒彻骨之痛，失去这个亲人之痛，等把你的万贯家财赔光了，被朋友被亲人骗光之后的痛，你本来赚了钱之后，就好不容易赚了钱，结果被老婆偷走了，人也找不着了，那个痛，这经历了那么多无数种痛之后的一种觉醒，还能好好的面对生活。但是你再重新经营人生的时候，人就显得老道了一些，那个毛躁感冲动感那个不懂事那些东西都得到了一些改变，是吧？就是人生本身都需要这个磨砺。所以在你光说今天你比如说你8岁的孩子，今天说你看有没有，我在网上看到在中国有7、8岁孩子到12、13岁上那个博士研究生，成为神童，对不对？你这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和爸爸之间吵架是什么呢？你不给我
买手机打游戏，我就不去上学。他爸说那逼得实在没办法，说我买的，你回家的时候就给我哈，你那个打游戏时间我给你控制2个小时。他说不嘛，我就坐在地上蹬着哭，不行，我找妈妈去。哇，这像一个博士研究生嘛。但是在学术这个具体的这一行业的知识上来说，他确实达到一个专家的水平，但是做人上来说，还在小学那个状态，小学2年级的那个小宝宝的状态，他怎么面对人生啊？明白了哈。所以当我们哪怕18岁觉悟，或者是28岁甚至38岁觉悟了，某些道理觉悟了，但是做人的能力非常差，还是。所以这样的只能叫做开悟中的几个层次，或者叫初悟、初开，或者再开，为什么佛陀前后讲法都不一样了呢？对不对？你们想一想。是，所以呢，这个慧开禅师啊，他就是开悟之后呢，他也就是到各地去弘法啊，师父啊，接着他也有就是帮助当时的那个皇帝，也有帮着去祈雨，就是也是为人民做了很多的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对，是。那我也挺想，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开始我们说哈，他是一个笨小孩哈，就好像读书也不好，然后去当和尚嘛哈。但是现在我来回看他的经历，其实他跟这个岳林禅师也就是6年时间哈，他好像就是有那个王八吃秤砣的那个决心一样啊，师父哈，6年参1个字，最后真的参成了，虽然是达到了这个初悟的境界，也是非常高了。其实这样看来，6年已经不算是特别长的，很多人可能花一辈子都没有开悟哈。就是那是不是说明他还是就是他的这个愿望和决心成就了他，让他能够有这样子的成果，在他其实还相对不是很老的时候就得到了这样的成就呢？艾米那边有什么看法吗？刚才我听到昆提师姐讲了这个慧开禅师，觉得他还是挺幸运的6年就能自己参透了，最后还是参透了哈。我是非常敬佩他的这个愿力、他的愿望和他的毅力的。但是刚刚听完整个故事，包括禅师和他的师父岳林禅师之间的一个师徒之间的一个心心相印的一个印证，其实是很感动的。我更感动的呢，是在这样一个修行人开悟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位智慧或者的尊者，他的师父一路为他保驾护航。比如说，他刚刚去投到岳林禅师门下，他想恭敬地请岳林禅师指导他如何能够开悟。我记得刚才师姐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岳林禅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就说了一个字：无。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师父了不起呀，从来都不认识这个陌生人，但是就看了他一下，就知道无这个字对于这个年轻人特别适用。所以这位老禅师的这种智慧的境界，他的开悟的境界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才能指导新的这些弟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6年内这个慧开禅师始终不得其解，悟不出来，他来来回回什么都没有做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岳林禅师其实一切都在观察着，他对这每一个弟子的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其实都是了然于胸的。特别是
那位新的慧开禅师，他在心里发毒誓啊，但是这个毒誓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发完毒誓以后，他的行为越发的乖张奇特。那大家不知道他心里发的是啥誓，只看到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还动不动把头往柱子上撞。如果不是岳林禅师有那么高的境界，他是一个开悟者，哇，那大家都会说这小孩疯了，咱们就让他别修了吧。我会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岳林禅师还是当什么都没看见，当什么都没发生，继续任由这位弟子就这么下去。所以我都觉得这位师父了不起呀，能够什么都含在心中，他就是在默默地观察着弟子在这个修行境界中的一步又一步，同时还都在一侧为他们保驾护航。所以这个故事听完了，我敬佩慧开禅师的这个悟性他有这么好的愿力机缘，但是我特别敬佩他的师父岳林禅师，那真的是一位好师父。这就是我的感慨师父。像岳林禅师我们分析，如果今天他遇到的不是这个年轻的徒弟慧开禅师的话呢，他遇到僧人甲、僧人乙，是不是也说一个无就这样了呢？那你们俩都摇头，你们4个都摇头对，我觉得也是就是名师出高徒的概念，就是在于比如说修行来说，或者是去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射击运动员、摔跤运动员，其实他们都要去这个大老师这个专业的这位教练去到，甚至是跑了千山万水到乡下去找那个孩子，先看他走路姿势，甚至跳个舞给我看一下等等的，再来确定要不要收这个孩子成为徒弟。就是在当代这些行业中都是这样。还有的人现在很多孩子都是学琴嘛，弹钢琴，很多孩子一伸手往那一坐，试着弹2下，老师如果不是为了挣那个学费的话，就会直接告诉孩子或者家长说别让他弹了，没用的。还有的一伸手一弹说不弹可惜呀，就这种就是他有弹琴的天赋，说他和琴无缘，就这2种状态，一个好的老师就能看出来。比如能弹琴的孩子，他坐在那儿的时候那种感觉，虽然琴还不会弹，他的气势、他的手掌、他的表情都决定了他能不能弹好。有经验的老师就能看得到这一点。那这位德高望重的岳林禅师呢，因为他修的久了，就他有他的那种看人的功夫和看人的这个天眼能力。他觉得，就是我分析他至少觉得，这位年轻人是一个值得培养的一个好苗子，有缘分，缘分到了，我来培养他。所以正好也是有这个慧开这个年轻的僧人向他询问道，所以岳林禅师就给他说了一个，好，你去参透无这个字吧，就给他了这个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呢，尤其是在禅宗之中是常常遇到的。禅宗它本身是讲禅是一个打坐修禅的行为，对不对？但你打坐的时候想什么，决定了你的成就的高度。你想什么，就是你现在觉悟的这个愿望或者是入手处。
所以我记得说达摩祖师在教弟子的时候，那几个弟子跟他修，他都教的当时内容是一个，说我是谁。弟子们说谁是谁啊？说你现在打坐吧，就你是谁，你是究竟吧。你打坐的人就问我是谁，入座吧。这把大家憋得满头包啊！为什么很多都变成那个很丑陋、很怪异的罗汉样子呢？这个憋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这是禅宗的一个经典的概念，就是他这个入手点的时候，所以你今天我们所有来听我们聊天的朋友们，那你自己想你是谁呢？很多女人说：“哎，我是小三儿他妈啊，说我是我女儿的妈，对吧？”就是你可能就是单一这么说，从本质上来、本性来说，你是谁呢？如果你能弄明白这件事儿，你就不简单了。你比你现在在家庭中扮演的妻子和妈妈这个状态要高无数倍啊！就是你的境界，你的心灵的境界。那么之后你做事的状态就完全会改变了，完全不同了。你应该说你算是个开悟的人，但是开悟和成佛应该还不是一个层次哈。开悟是改变，那是否成佛就分改变的度数是多少，是吧？就黄金含量，你4个9呢，还是其中1个9，还是0.9？0.9啊，是吧？这就是含金量分多少这个问题，所以同样都是开悟，程度是有差别。所以这个岳林禅师就抛给了这个慧开禅师啊，这个年轻弟子，就这个字儿无，你开始参吧。6年呢，憋的。这也描述了他的为了解开这个字儿，痛苦到什么程度？撞柱子，默默念，就是其实，在古代很多人描述这个人修行的时候给别的打不开的时候，真的说一看就像个疯子。还有人开悟之后变成像济公那个样子，看似不着调，不持戒。乱跑乱颠胡说八道，虽然具有神通，但是他不持戒，他不会背经典，这些法事也都不会做，他觉得那简直是可笑。但是别的法师看他就可笑，是不是？这是2种觉悟的状态，2种觉悟的途径，而是相互并不认可。你到后来，你包括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叫什么寒山是吧？寒山大师他们也是这个状态，是吧？那寒山那时候像个叫花子，留着满头长发，个子又矮，腿也短。完了之后，拿一个什么呢？拿一个这个那个大树皮裹到头上，那个大尖帽，像鬼王一样，大家一看吓得就跑，但是他就很开心的，是吧？别人给吓跑了，他就很开心。但是他神通非常厉害，但他在寺院里头干嘛呢？在伙房里帮他煮饭，他连正式僧人都不是，是来帮忙的对，所以很多时候当过去这一段时空之后，后人才说哇，这人了不起，他会发现他了不起。但是在佛门中，这种奇特的了不起的人物比比皆是，大师林立，因为他这种悟道的这个路数不一样，有时候我们看不懂他很厉害了，他的悟性极高了，但是我们没人看懂。因为说总有个说为啥呀，是吧？按照禅宗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禅法来说，为啥大家对他不懂呢？为啥大家不理解他呢？就是他的行为不被别人理解。他的行为，因为说大家觉得是一个文明的一个修行人，说话一定更文明，对不对？比老师还文明。但是可能他在你眼前表现的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文明，不是你想象中已经固定的那种文明的模式，他根本就没有。对着别人挖鼻涕、掏耳朵、抠脚丫，
你说话谁受得了啊？从古代到现在没人受得了，但是并不代表说这种人就是一个俗人，也并不代表这个人是个疯子。所以济公啊，包括寒山他们很多的行为，大家都以为说疯子啊。现在看的图片是寒山拾得2位超级大禅师，他们的行为就是不被寺庙的僧众所理解和接受，画的那个满头烂发就是当时的状态，但是那个脏兮兮的状态并没画，因为他整天在厨房烧火，过去烧柴火，对不对？冒大黑烟，先把脸给熏黑了，所以跑到街上以为是鬼来了，经常是这样，把人吓得够呛。但这正是一种超然的人，所以道这个东西是很难被我们理解的，所以一个人觉悟的状态也不一定被我们能够理解的。就算是说你在不同的门派获得不同的究竟证悟哈，但是我们不一定看透所有觉悟的人。我多啰嗦2句哈，你们抢着说话好吧？抢着想说就说啊。那小马还是艾米想说吗？那你们俩想说吗？说吧。对，其实就是听到这个岳林禅师和慧开禅师他们之间的这样师徒缘分哈，也是挺感动的。就是虽然有慧开禅师他的这个大愿力哈，但是要有他的师父的一路保驾护航，他才能够得到最终的开悟。所以就是在这个人修行的过程中，一个好的师父是多么的重要啊！就像师父刚才讲，之前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和尚来找师父印证，其实有一些是修偏了的。就是在修行过程中走偏走入魔道，也是常见的一件事情，非常常见。有很多人就是不修佛法还正常，一修便入魔道，这也可能就是他的业力或者因缘。真的是，真的有的那神经就出问题了。是，他也不是说是一种神通隐藏起来就装疯，还不是，是真疯了。是，他也是想成就，也是想开悟，但是他的目的想开悟，他的目的想开悟，就是因缘不具足嘛。对，因为具足是各种条件，是吧？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什么节气了？冬至来了啊，煮点红豆粥。你没红豆粥，没有红豆怎么煮粥，对不对？这就发懵了。所以各种条件要具备才可以，是吧？那你要修行佛法，第一个你有这个机缘想学，第二个遇到合适好的师父。有很多人想学，结果遇到是错的师父，这师父也没有开窍开悟，又不太会教啊，弄完了之后就可能会把你送到了不知神道还是鬼道。就是这样，他带进去的。我曾经在新加坡的时候遇到一对修行人，就新加坡人，他们的师父呢，曾经是缅甸一位高僧，叫啥我不知道。他们因为南传佛教就是以打坐修行为主嘛，那他们所修的法，从他的师父到现在他们弘法的，只要修到相当高度，他就是第3禅状态的时候，全部哆嗦。所以他现在这个负责人的带着一群徒弟的人是新加坡人的华人，他就在那哆嗦，我就问我说：“那你的师父已经圆寂了，师父是不是也哆嗦？”是，他不但师父哆嗦，师父的师兄弟和师爷也都哆嗦。我就是这就学错了，学到某个点儿就上不去了。所以如果你也不受徒还好，因为没有更多人哆嗦，你一受徒都跟着你哆嗦，是不是啊？他没让须弥山哆嗦，他让自己哆嗦，所以这个就是错了那你本来是不哆嗦的，那你莫名其妙这身体和手哆嗦的话，至少得修出美样来了而不是正悟，对不对？所以这个师父的教学非常重要，就是你是一个好徒弟的话，应该说有个好师父。但是按在考状元来说的话，说没有状元老师，但是有状元学生，这个会的。但是你这个考上状元的他老师，就算考不上状元，他也是他的学问非常的丰富，对不对？他综合学问的这个知识储备量要超过于状元，才能教出状元的学生。你觉得对不对？
就要这样子。但是可能因为有很多事叫因缘，有些人就是没做官的命，所以一考就拉肚子。所以你当代别说古代，当代都有，对不对？你是考试了发烧得病，是吧？你是不考试了挺健康的，在民间做个老师挺好的，在民间做个医生也挺好的，所以一考试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没有官命啊，但是他是有读书的命，所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但是不一定成为一个优秀的官员，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考上朝廷的真正的那些高考的那些叫状元呐，那些叫什么来着？举人啊，进士。进士，考上进士之后，通常一定是有官职分配的，因为古代读书人少嘛。考上进士之后，最少通常都给个那个副县长当，就是这样。因为老百姓都不认字，所以你读了书之后，这些文人进行国家管理，首先一个个的行政区的管理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各地的政府的招公务员，为什么都是招最聪明的呢？他要管众生啊，你也比众生要聪明才行啊，就是这样哈。所以要高考上这个进士、状元，你才能做官，对不对？但是教了你考上进士、状元的老师不一定是进士和状元，他可能就是比他低一等的举人呐、贡生之类的，就比较初级的被认可的考试者。但是其实他的学问很广泛啊，才能教出好的学生来。但是从佛法来说的话，能够让这个弟子能够去走向觉悟之路，走向很高的顶点的这个老师，我相信他已经获得了最大的成就，他才能知道说怎么带你走到那里去。所以我刚才举例的这个新加坡和缅甸这个师徒之间这个关系，所以师父这三代师徒修到第3级禅的时候都在那哆嗦，那这说明他们就不能获得最根本的证悟，你被卡住了，我也不知道他们错在哪里，而且这种错你还很难纠正，就是这样啊。所以觉悟成就是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众多种的因缘。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是这个诸善奉行呢？啊，日行一善，诸善奉行，啊，诸恶莫作，啊，随顺因缘啊。所以这些你要有一个综合的善因善种，他平时就要是有善心做好事儿，平时就打下这种小基础，不在于就是莫因善小而不为哈，不要因为这是个这个事儿是个很小的一个善事儿吧哈，说很小的善事你也要积极去做，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它，啊，要去做才能广积善缘，因为未来障碍住你的可能就是你曾经打死那只蚊子的障碍着你，就说不定哦，感恩师父，我们也是想真心的感恩师父，不客气，今生有缘遇见师父，是我们真的最大的幸运。好，咱们讨论这里。好的，师父啊，那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个慧开禅师的故事。好，师父啊，对他呢，这个开悟之后呢，也是做了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有一次啊，这个宋朝他是南宋时期嘛，哈，京城大旱啊，很多天没有雨呀。然后当时的这个皇帝宋理宗啊，就请这个慧开禅师呢登坛祈雨啊，也是为了民众啊。那慧开禅师呢，他就持咒念佛。就祈福哈，这个念完咒以后呢，他转身呢，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呢，他就离开了，然后呢，这个宋理宗啊，就派人就赶快追问说，就问这个禅师说，哎呀，禅师啊，这个雨怎么样啊？您这个都祈福完毕了，雨还没下呀。然后慧开禅师啊，就淡淡的说了一句话，说既然不动，感耳后通。他的话音刚落呀，就乌云密布啊，哈，然后这个雷雨交加呀，暴雨倾盆呐，这下了好多的雨啊，然后整个的旱灾就解除了。哎呀，这个皇帝就很开心啊，赐了他金兰法衣，哈，就是金丝线做的这个法衣哈，还就是给他封号为佛眼禅师。哦，厉害！对，这也是他对帮助民众的一个事情哈。那这里呢，也是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叫“既然不动，感耳后通”。对，就是这一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啊，师父？
寂然不动是他，尤其是修行佛法正宗修行中一定有禅这个状态，是吧？就是打坐不动。对，打坐不动，我想请问你，意念动不动？不动。叫禅定状态，没有可动的东西，所以叫做寂然不动。这个寂形同于，也就解释为叫寂静。你比如说，这个修佛的法师去世了，叫做圆寂。对，寂就形同于类似于说睡着了，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进入这个他的意识进入空的状态，成为寂，也叫寂寞，是连一丝意识都没有的叫寂灭。但是圆寂是指去世但为什么这个寂和死总是相关的这么一个字呢？就是叫做空不动灭掉，所以灭掉念头，灭掉意识，灭掉感受。说有感则受，有受则叫什么？则知，有知则念就是说，当你有了感受之后，你感受到之后，你念头就出来了，就是说，哎呀，太热了，哎呀，太饿了，哎呀，我想起小时候受气的事，太生气了，就是你就会产生有感则生念头有念则不空嘛，你不空就从禅境中就脱离了，但是脱离了禅境呢，就失去了禅境的那种修法的美妙的那个状态，就从一个神圣状态变成凡俗状态了。所以人要修到一种进入这种超凡入圣的这种神圣状态，要灭掉所有的念头。对，要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咱们会再讲对，所以也叫做寂灭的状态，寂然不动。所以我的念头都没有，我哪有动呢？但是这个感呢，皇帝请他来救众生，怎么救的呢？因为这个众生那个时候都是庄稼人呢，就是农民。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基本上都属于农业社会，谁家都有地，很多官家一说就是我有多少地，而不是显示有多少套房，而是指我有多少地，有地就有收成。它是每个国家的这个社会结构不同因为在某些国家说富人我有多少个商店，他倡导富人都是经商来的。中国的富人是我拥有多少农田土地。对，所以当这个上天该下雨的时候干旱就不下雨，一般是春天持续100天不下雨，又离河水又远，那惨了。这没有水浇地呀，那个地那个土地都干渴的，连虫子都死掉了，庄稼怎么长长得本来是比如说1尺高的麦苗，对不对？就嫩出来1寸小嫩芽，你这有没有收成没有了。无论刺猬、老鼠、兔子这些野生动物全都来啃这个苗，它们一定要吃东西才能存活对不对？还没等人收成呢，全被兔子、老鼠都吃光了，最后发现兔子、老鼠都饿死在老鼠洞里去，就是没有水旁边连野草都没有，所以干旱的时候达到这种状态，那再往下去之后呢，就遍地死人，家家都会说今天你们家饿死1口，明天他们家饿死3口，就是这样，一个村的人都被灭门了。常常古代的时候，这个大灾之年，大灾天灾当中，其中一个最厉害的灾就是干旱。所以当可能很大的一个面积，1个省2个省都是持续干旱，就不下雨。所以把皇帝我们都是听皇帝的故事，这个皇帝好点，那个皇帝差一点，光讲他的坏事迹。其实每一个皇帝都是压力山大。第一件事说，该下雨的时候有没有下雨，该下雪的时候有没有下雪，该刮风的时候有没有刮风。说如果该来的都不来，皇帝当不成了，觉得对不起天下众生该下雨不下雨，说这是我的罪过呀，是不是我当皇帝之后老天不下雨老天不下雨，农民就饿死，
我这皇帝还当着什么脸面呢？说死了算了，农民也容易造反，反正都是饿死吧，干脆抢官府，对不对？所以各种造反就来了，就是这样。那么他的这句像诗一样的语言哈，感而后通，那个感在哪里哈？把那个字也打出来哈。感呢，有感而发。我看到天下苍生如此的贫穷、饥饿，没有饭吃，可能遍地都已经饿死了很多人了，啊，完了好感动啊，又可怜呢，就有感呢，感动，啊，感慨。说我本来我是个修佛的人，是寂然不动，啊，如不动，啊，有如这个什么磐石一样不动，说不八风吹不动等等，就是那个苏轼不是也写过这个诗吗？是吧？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是不是啊？还记得这个由头哈？对，那个八风吹不动就是各种的好的、坏的、赞誉的、什么攻击的，我都不在乎。这八风吹不动哈，啊！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感呢，我看了这么多的痛苦，我饿死这么多人，哎呀，感慨，我觉得众生可怜呐。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可能进入禅境，与整个苍天沟通，与诸神灵沟通。啊，苍天睁开你的双眼吧，看看这一天的话，光这一个县饿死多少人啊？你要饿死他们，何苦要创造众生呢？请帮帮他们吧。现在你只要做一件事，下雨，把水调过来就可以了。可能所以他的如如不动本来是修禅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不动啊，这太恐怖了，太可怕了啊！怜悯众生啊，哎，这个通呢，他通知了上天，通知了诸神灵，你们看着办吧。就可能这是我猜测嘛，我也不是他，啊，所以皇帝问的时候，他弄完这么一个意念之后，他可能在那台上坐了一会儿，他做给皇帝看，他也得坐一会儿，是不是啊？先热身，10分钟热身，热完拳脚之后，打坐。像李连杰一样，哼哈之后打坐，哎，本来5分钟搞定的事儿，弄50分钟，要不你觉得我没办事儿哈？等起来之后说行了，皇帝说你不能扭头就走啊，大师，这接下来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事，我虽然如不动，但是我已经给上天打招呼了。上天呢，他们去旅游去了，最近没办公，所以呢。对吧？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是吧？他旅游15天，这地上好几百年过去，真会饿死人的。他们忘了，接下来可能就行了。他也不能说没事儿，他是通了，感而后通，没问题了，可能没问题。结果说完就倾盆大雨，雨就下来了。哎呀，皇帝感动啊！哎呀，这不得了啊！这咱们这么大的权力，说杀人就杀人，结果人家坐了一会儿之后。就开始下开大雨了，这厉害啊！所以给他封了个名叫佛眼禅师。为啥叫佛眼禅师呢？过去讲五眼六神通啊，最高境界就是佛眼通，所以叫佛眼禅师。你已经成佛了，对吧？你想做就做到了，我想了半天也没用啊！我虽然是皇帝，只能命令人间人的众生，对不对？那你呢就不得了啊！你能和天感应啊！说下雨就下雨，就救了众生啊！哇，真是不得了啊！所以就成为你是佛眼禅师，这只是叫封号啊。那肯定当场跪下啊！你简直是佛祖在世哈，那不得了啊！我以后要恭敬供养，就是这样。所以就救了十方苍生啊，就得到了当时的宋理宗的赞赏和封号，成为国师的人物，感恩师父，明白了，明白了，是那我也想起来了，香客，我记着好像也是2010几年，师父有一次去洛杉矶的时候，也是洛杉矶好几个月没下雨，干旱啊，对，
然后当时师父去也是，禅堂的老师也是跟师父说，师父啊，这洛杉矶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师父来了，那个跟龙王爷说一说，让他下雨吧。后来师父去了，好像没多久，师父给他们，我也不知道当时因为我不在哈，然后就那个老师说就下雨了，师父一定是跟龙王爷打了招呼了，祈福了。就是巧合，我确实没祈福啊。对，反正就下雨了。我每一次去洛杉矶，它都会下雨。通常去了3天以内，一定会下至少1场雨，是这样哈，就成惯例。是。哎，那个一下雨的事故事挺多的。哎，在那1995年，95年、95年可能是，那天津附近的地区哈，干旱，也是春天，根本就一滴雨都没有。当时他们当地有个这个天津市的民政局的局长啊，就找我了，找我干嘛呢？我一般都是说加持一下啥的，不是，我是为大家来求的，求啥？他求雨。我说那挺好的，你是一个好局长，这真是当官为民请命做主哈，为了利益众生啊，这是好事。我确实当场用了20分钟时间祈雨，他很急呀，他问了大师，多少天之后下呀？我是最多3天，最快一会儿就是过一会儿就下，最晚的3天，大概是这么说了这么个时间点。他见完我，当时是在北京见的我，北京离天津很近的嘛哈，他们回去的路上就是1个小时以后，人还在路上就下开了大雨，连下了3天。后来还专门写了封信，他说我做了个锦旗送给你，怎么送？他做什么锦旗呀？说大家是吧，能不受灾，能吃上饭，民众不受苦，我就很开心了呀。对，像这种事情是常发生的事儿，我觉得不是在我的本事，而是在于我的善良和慈悲。在这93年，我去了内蒙古草原，内蒙古草原请我们吃饭，就当地的法院的院长副省长跟我们一块儿去了之后，哎呀，那个草原不是绿的，是黄草，而且几乎看不见那个草的那个高度了都是平头，都啃光了，全是干草。他们说至少有120天没下雨了，那个羊草过马跑过都冒着烟，就那个土变成灰尘，那哪叫草原呢？快成沙漠了。就当地因为这官员去了，因为请我们吃饭还跳舞牧民。他说你们那周围这么干旱，那你们还好意思跳舞？他说那省长来了，我不能不跳啊。他们知道我的身份，说求求你，因为当地人信佛，见了之后求求你大师，能不能帮着下点雨也可以我说可以。他说你看，我们这儿那么小一个小的一个小佛龛里，我说供的是谁呀？他说这是蒙古语的，写的是龙王。我就给龙王沟通，龙王爷你别赶那杆在这戳着呀，下雨呀，这不你还在这儿呢。这很好玩哈，具体细节我就不讲了。最后我呢用功夫见到龙王之后，下点雨吧，这人都快干死了，你们好意思还去打麻将去还？我们因为当时说的时候，当地因为我们和这个省长级的人物在一起，那当地那个好几个报社记者我们做这些动作，记者全拍下来。我们吃完饭离开的路上，刚刚也就是离开2个小时之后开始下雨，也是下了3天。第3天跟着我们去的一个记者他去采访大家的喜悦感，看他下雨了嘛。3天以后那个草很怪，一见雨就开始长，哇！因为当时他跟着我们去的，当地农民呢就以为他是我们的随从，见了他给他送了很多礼物。他说我就没说我是记者，但是他也很开心拿了很多农民给他的礼物，就大家开心坏了。对，就是所以这些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我的愿望说，希望走到每个地方，让每个地方的都能说，像天气的问题都能够什么呢？风调雨顺，盲者得势，跛者得行。就残疾人能站起来好好走路，贫穷得富贵，是不是
短寿得长寿健康，这是我心中的这个愿望。走到每个地方都心中有这样的愿望和想法。打坐的时候我就送给这一方，送给这一方的大众，就是习惯性这样的想法。所以呢，经常会这样的这个天气呢，和我这个配合的也特别好，就是我自己都很感动。哎呀，龙王爷真够哥们儿啊，真挺好的是，感恩师父，我们听着都挺感动的。不客气。师父的慈悲之心感天动地。每谁慈悲都能感天动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讲哈，师父。好。对，就是这个，这位慧开禅师他是怎么样写出我们最开始讲的这一首非常美的诗的？对，春有百花，秋有月那个。对是。对。这个他开悟之后呢，他有一天他在读书哈，他就读到了一段禅宗的公案，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公案。另外大师的故事。对。是赵州禅师和南拳禅师之间的一段对话。对，是这样说的哈。是两位前辈的故事。是。这赵州禅师就问南拳禅师说：“什么是道？”南拳说：“平常心是道。”那赵州又问了：“那我要怎么去寻找这个道呢？”问得好。南拳就回答说：“你只要一想去找，就已经偏离了。”赵州又接着问：“那如果我不想去找，也不去追寻，那我又怎么知道那是道呢？”南拳就回答说：“道不属于知道，也不属于不知道，就好像广大的虚空一样空明无碍，通透通彻，哪里还需要强行的去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呢？”赵州禅师当下听了这番话，就开悟了。这个慧开禅师呢，看了这个故事呢，非常的赞叹。赞叹之后，他就写下了我们最开始讲的这首诗：“春有百花，秋有月。”所以这一段公案也是非常非常需要这个智慧去理解的哈，师父。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点呢。觉得有问题吗？有，师父。那咱们讨论讨论。好的，好的。那首先这个赵州禅师就问什么是道什么是道什么是道呢？什么是道啊？那师父不是说了吗？说平常心是道。对，平常心是道啊。那我就想请问师父，那什么是平常心啊？平常心啦。这是个好问题啊！这平常心是平常的人有的心吗？我们确实也偶尔就会说，保持平常心就好保持平常心好。平常心就好像是一切普罗大众的正常的那样的心理状态，就以为那叫平常心，是吧？但是呢，刚才就是赵州禅师和他的师父那叫什么禅师？南拳禅师对话的时候，南拳说了，就是如果你想去找这个道，找到它，得到它，能够明确的观察到它，就属于就有点偏差了，对，就有点歪了，是吧？你就偏离了道的正确的那个状态。那赵州就问了，那如果我不去想，不去追，是不是就是得了道了呢？南拳回答，道它就不属于知道，也不属于不知道。所以你看急人嘛，你说你求又得不到，这不求你永远都不知道。其实等于与道离得很远，就会这个矛盾吧。矛盾就怎么得道呢？怎么得到啊？他会说平常心呐。对。那所以我们就他还解释了哈，就是你这个平常心的这个心呢，就像那个广大的虚空一样，就像天，你能触摸得到吗？触摸不到。说天上一片乌云，你能把它拨开吗？不能。天上包括过个飞机，你能把它打下来吗？打不。至少你的手是打不到的，对不对？尤其是天上满天的繁星，你能摘2颗吗？摘不下来。摘不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对它去做什么。
你仅仅是一位欣赏者，不要企图去得到什么，也不要企图去干涉什么，你仅仅是一个半明确的观察者。你说我就做一个绝对的追求和研究者，你就看不清这些天了，看不清这个道，就有点什么用力过猛。你等非常执着的说，我一定研究那个星象是个啥来，你就开始偏离了。你看到的星，比如说，哎，往左拐了，其实可能星实际上是往右拐，他给你一个假象，让你感觉到自己觉得，最终就是还是错误，很奇怪的。还有一种叫做天意不可揣摩，你从来没听说过这句话吧？是我认为就是不可以的。所以这种平常心呢，就是在于你一个应该说经历了这个生活，经历了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悲欢离合之后的新的一种平静的状态。在这种平静状态下之后，你学会的总结的不是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只要做就是合理，这样的总结你就落入了俗套，你就是大俗人一个，就是别人是流氓，你就是走狗，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就得不了道。能得这个道的观念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讲过的那种妙观察，就是我是希望的是我能看到但不干涉，我能感受便不索取，我不是从中去拿到什么东西，不是去索取什么东西，我最多是一个清淡的观察者啊。所以你要想象这种感觉哈，这个平常心就是我看到不所求，我感悟无求得的念头，连去贪求的这个念头都不能有。所以保持一种这个平常心呢，它是有这样的含义的，就是不求不取，不贪不得，不占有，乃至是没有丝毫的得与不得的念头。那我们常人呢，别说平常心哈，咱们说普通百姓呢，一般遇到好的，我要不管是任何房啊、珠宝啊、好衣服啊、好房子啊、好风景啊，是不是啊？海边房子很贵啊，是不是啊？等等一些好的，他都会设想，开始想，哎，如果是我用多好呀，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大师父所给提示的这个平常心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不贪、不求、不取、不得。不得是不去想获得的意思，甚至连得的意识都没有，就连道的本身我想得到的意识，请你也淡掉。其实修佛的人说我必须修出佛来，还有人说读了这个藏传佛教中弥勒日巴有功夫，用诵咒语之后，把他的杀父仇人那些人全用咒语给弄死了，说这个我一定要修到手。当这种欲望之心越强烈那反噬之能就越来，最后你可能会被车撞死。这不可以求得的这种恶念。第二个，对于道的本身，我并不想去得这个道。当我得到这个道，我能够看破天机。我随便跟你们说买哪个股票你就涨上来，你得给我多少钱呢？对不对？就是我是一个能看破天机的人，我就发财了，是不是一种索取的动机呀？是向上天所求的一个动机啊，就有了。不管直取还是歪取还是间接取，都是一种求得取得的这个意识，你就背离偏离了道，你就不是平常心。所以这个平常心是不取，
不取，连意念都没有，说不能取啊，取了断手指头。说这个是要一种法来吓唬你、约制你，对不对？没有约制，就是，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不是自己的，请不要去拿。在路边一样，这不是我家的东西，不要去拿。那不是我的，不要拿。那把我的所取的这个范围变得越小越好。这不该得的得的越多，灾难越多，知道吗？当你的说你一个个人的利益啊，利益极大之时，危险也变得极大。这是不是道啊？这本身就是一种道理。所以我们用所谓的这个平常心，就是反而是一种，你能够学会这个平常心的观察，已经就不得了了。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看到美好的一切，我没有任何欲念去获得它，或者说你给我一点点灵感也行啊。那个彩票是不是啊？你哪怕能提示5个号码也行啊。但就有人给我提示我，师父，我给你2万块钱，你告诉我们那个彩票几个号码都可以，我中了奖还给你分一半。我说我也会，我早自己买去了。当然我会，我也不去买。是不可以去取得的。那看破天机，天天说破天机的人就很麻烦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在看破天机的这个结果上，给人说话的时候，请嘴下留情啊，嘴下静道，心中静道，就不能说破。但说破的麻烦，就等于是干涉了自然规律和六道轮回的现象啊。所以平常心的大概念就是这样的了。这个平是将自己那个贪得之心平息下去，把这种不贪得的这种平下了、压平了自己贪欲心的这种状态，保持一种常态，成为一种常态，把这种常态变成自己的心态，你的人生就是自在了。你保持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人就能得自在。这个需要大家去悟。已经说得很白了感恩师父。那平常心，就是我们网友也是在说师父他们都特别爱听。然后有的网友说：“哎呀，师父好难呐！”就说这个要做到不贪不取不占，然后连想都不想，真的不容易。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初学者，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训练自己，或者是比如说通过理解平常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然后怎样一步一步把握自己的心，能够未来可能有机会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境界呢？所以对于慧开来说他也经历了前头可能有10几年，他到全国跑道场。以正常人情处事来说，那是在1000年前的这个世界。比如说你走入深山，第一个就是各种野兽，第二个各种劫匪。过去的劫匪比现在一点都不少，而经常是要人命的劫匪，对不对？不是见了和尚就不打，一样打。抓个和尚来给我们入伙，是不是啊？抽空还帮人超度，是不是啊？还能保佑我们抢劫成功，对不对？这各有各的想法呀，对不对？是让你还俗，帮着一块抢劫成为劫匪，都是可能的。而且他就算好了，到了一个地方，到庙里去，你以为到一个庙里你就接待你吗？不是因为你是出家人他就接待你，你到是一个经济困难时期或者困难的地区，就是叫僧多粥少的时候，本来就是干旱，粮食就少，你又来个青年壮汉在我这干吃，你来之后又不能给我们产生任何经济的业绩，对不对？又没带来几麻袋口粮，我又养着你个吃白食的一个和尚。你不要说某个国家经济开放之后那和尚都发财了，贫困的时候和尚一样吃不上饭，一样被饿死，对不对？大家去供佛的时候有多余之粮才可能去供，对不对？你手里没有钱粮，你拿什么去供呢？
所以和尚一样挨饿。所以到每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人生常态的看人脸色呢？你们几位也参与哈，我们所有的网友都参与，就是你就是成为一个出家人，我就是在这个非常正常普通的世界里头，里头有没有人情世故呀？对不对？那你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要不要非常尊重的对这个新来这个庙里的这个小和尚也要尊重的不得了呀？还有这样大师、师兄啊，对不对？你长得好帅呀，对不对？你好慈悲呀，要不要拍点马屁呢？你不拍马屁，基本上就没有晚餐；你拍马屁，就有粥喝。那作为慧开，要不要拍这个马屁？现在让你拍，你的话你会不会拍啊？那你还正直吗？对不对？那你的戒律呢？那不是妄语吗？你拍马屁就是妄语，你忘了戒律了吗？难嘛？但是你说他是持戒呢，还是要妄语呢？他肯定会妄语，但他的妄语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师兄，你好有修为呀！就觉得又不是妄语，觉得师兄觉得哎呀，身上说的给痒痒的、麻酥酥的，是还是你开了天眼能看清我是什么人啊？觉得痛快。一碗粥加2个馒头，还有一小碟的咸菜，对吧？有饭吃还能吃好的。但是你少说这一句，对不起，喝西北风去吧。那面到牛棚比较好，凉快，冬天凉快加凉快。你来到了清凉界，就像到了五台山，五台山起名叫清凉界嘛。冬天像住到冰箱里去，多冷啊，对不对？你就立刻就没饭吃。所以在人生的这个磨砺之中也非常重要。我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哈，你到最后觉悟这一刻上的时候，你的年龄至少超过38岁最好，否则你的在佛门本身的开悟越早，你的人生的坎坷就越多，因为你还不懂人事，对不对？你到时候觉得我开悟了，天下万物都在给我稽首作揖呢，你见我还不给我跪下？你还没说完，后头一闷棍把你打倒，就另外一个和尚说我们庙里只有释迦牟尼佛，其他的全是妖魔，先打死他活埋了。你们觉得有这危险吗？所以你还敢说自己开悟了吗？你最多说自己尿裤子了，拉倒。所以开悟这个词是危险的，任何光彩的东西背后全是死亡的威胁，非常麻烦，是不是？就是曾经我就是在香港一个出租车司机给我讲的，他的一个同事也是出租车司机这个带了个劳力士大金表，上厕所撒尿，结果被人后头一闷棍打趴下给送医院，正在住院呢3天以后，那个抢匪找到医院，又给他一闷棍完了写了个纸条，妈的，我抢你的表，抢真的抓住也是判1年，抢假的抓住也是判1年，你怎么买了个假的？所以当时给我开车那个司机呢，就带了个普通电子表卡西欧。我说你这个表好玩啊，他当噔噔噔噔噔噔在那响，因为卖给儿童的嘛。他说：“哎呀，我带个劳力系，我的同系被人打翻在厕所里。”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哎呀，不敢戴了。说我也不敢戴了，黄色的表都不能戴。戴黄色的表，万一那劫匪是个近视眼怎么办呢？也把我当劳力士打了怎么办？所以上厕所不要带劳力士，带劳力士上厕所之前先装到裤兜里再去，所以很危险的。就是凡是你显得，凡是富贵的别人所没有的，你的危险就来了。无论名分、权力、财宝，都是如此的危险。所以你要经过人世间的磨砺，再遇到那个大师傅让你去悟。现在回到香港。这个出租车司机讲的不就对上号了吗？无劳力士就不会挨那一棍子，
无财宝就不会被抢劫，女人无美色，出门可安全了，对不对？无钱无势，烂命一条，鬼都怕呀。大家躲着你走，说你随时变成抢匪，对不对？但是你只要有，你就被抢，你就被劫，就被打，被陷害，被下蒙汗药，知道吗？连想卖人肉包子的人一看你瘦不拉几的，都没可取之处，也不会给你下药了。那武松长了一身健内肉，所以提醒健美的人士，你遇上那个母夜叉叫啥来着？孙二娘一包蒙汗药把你做成人肉包子，所以连有一个美妙的身体也是很危险的。女的美，男的美，男的美更危险啊！咱们不说了哈。最近有个美男被干掉了哈。所以的话，所有的好的，而且显著的好的，都是危险的。所以很多到了韩国做美容的女的回去之后哈，就把脸给弄伤了，太美了会出事儿，啊，就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就容易安全的生活下去，否则就是她的人生就开始不平静了。我这套歪理大家也可以听一听。悟一悟，所以师父说悟那个无进取之心，无贪得之心，无成佛之心。我说修佛的弟子不成佛，那得修的是啥呀？连佛陀释迦牟尼都讲过，你求佛之心太盛，就会成为你的成佛的障碍，因为你看不到了真理，知道吗？比如你坐在那个水边，比如一个小溪旁，看到鱼自然的在那游泳，对不对？你在那想拿这个鱼钩啊、网啊，想把它捉住的时候，鱼全跑光了，对不对？你趴那像个石头，鱼都把你给忘了，它该怎么游就怎么游，你才能看到世界的真相，知道吗？当你进行干涉性的，无论我用色彩、声音什么东西，或者索取之心，这个电波发出来的时候，鱼都收到了。你要捉我，我不来。要不是巨大的诱惑，鱼才不上当。鱼每一次在咬叼这个带鱼饵的这个钩哈，叼竿这个钩之前，鱼是知道的，它是冒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包括捉狼那个夹子，那个狼哈要去踩那个夹子，去吃那个鸡，吃那个肉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人下的圈套，那很多就饿疯了，或者他就有狼崽等着吃东西。冒着生命危险，只能往上踏上去，就冒个死亡的危险嘛。有很多狼是知道的，鱼咬饵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用索取和干涉之心，当面对这个自然，自然就是道，面对这个道的时候，这个道会改变它原有的相，知道吗？一个叫干涉道，无论是对索取之心，就是对道。对自然就是一种干涉，其实它会给你造一个形出来，最后上当的还是你，道还是他。道有自我修整模式，而人是没有的。人可能一受伤就灭了，而道的本身说，就像说你把我的河流挖出个口子，弄出新的一个小河来，那河是怎么想的？怎么流都是流，那还是我，对不对？最多长了一根胡须而已嘛，对。但是人呢，如果被洪水冲击之后，就可能死了。所以人和道人就太微弱了，形同小蚂蚁。所以人要顺应道，那个顺应就是说的平常心。我讲的有点多哈，再讲讲，别把大家给讲烦了哈。好，有问题咱们再聊哈。师父，那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像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平常心，它确实是个很美妙的状态，就是你不去求，你不去索取这样子。但是就是如何平衡这个？比方说，如果你不去想要索取的话，那你那个是不是就躺平啥都不做了这种感觉？那就是对比像慧开，他其实他就是一直都很执着想要去参透，就是那个无字，就是他一直也是有那个心，想要去达到那个开悟的状态。所以这两个之间怎么理解，师父？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觉得很轻松的理解。他之前的心都是叫索取之心，就是我要得到。但是呢，他跑了10几年也没得到，说白跑了，白出家了，错过多少人生好时光，对不对？如果在家的话，孩子都好几个了，对不对？可是我又出家，又到处参访，白跑了，白吃了那么多的苦，啥都没得到。转机就在于呢，就道不远人。就是你真正求道的人哈，上天不会让你白求一次，因为求道之心至少是一个善心，而不像土匪一种打劫的心，对不对？还是个善良的心，而求的是叫善道，并不是求的恶道、贪道。我成为一个大商人，我拥有全世界所有的财富，那没必要。很多年轻人说我要超过李嘉诚，我要超过比尔盖茨之类的哈，这种伟大的决心可要可不要。但是求道之心的结果都是善的，因为有这个善心，他其中也做了很多的善事，他只是没有描述而已，对不对？他个人还没有开悟得道，但是他修行的资粮已经都备齐了，所以才遇上了他的岳林禅师。而他求道的心，我们也可以称为叫进取心，对不对？叫佛门进取心。我要成佛，我要成道，我要成菩萨，我要成大觉悟者。包括他最初开悟的时候写的那些字，对不对？未来他都会后悔，再后来才写了。先写了之后，你看，哇，咣的一声被雷劈，是不是啊？惊动了3界，完了须弥山也晃悠啊，众生全仰望着我，给我作揖。这是他最初所谓得到的时候。再到后来，他那首诗怎么写的呢？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寒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为什么他变成这么温和，这么生活化，这种普通人化的这种感觉了呢？他解读了道，懂得了道。他的境界就是说，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水还是那个水，我还是我。但是今天的我感受到的一切凡事皆是对我的助缘，一切善事我都要警觉，否则会升起傲慢和贪欲，对不对？遇上好的我反而要防备，遇上不好的我反而是享受体验式的去学习。请问这是真的苦吗？都是叫梦中挠痒而已了。本来就是梦中的痒就不真痒，梦中在挠痒都是假中的假。就是这些，他当悟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的烦恼已经没有了。其实这是他反映了自己，他不一定是刻意表达哈，他是无意中表达出自己一种超然于所有之前那种高尚追求成佛成道的，成为一个伟人，被众生万人敬仰的那种感觉。早从神台上走下来，成为一只泥鳅，成为一只小鸟，就成为树边一颗石头。我是那么自在的，就在这个自然的世界之中，而享受着这个世界，享受着这个世界中带给我的所有的一切。但是我都把凡事变成清闲之事而已，我把人生的烦恼事变成清闲之事。因无所求，心无所住，哪有烦恼呢？这句话大家能听懂哈？因我心无所求呀，我无求，哪来的烦恼？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人结婚，我就不生儿子，对他和尚说，本来我就不应该有儿子，我不会为儿子烦恼，对不对？看到别人女人丑了、生了、死了、病了，本来就不是我的女人，我为什么为她的疾病和痛苦以致死亡而烦恼呢？对不对？我无所求之心，她美玉不美玉我毫无关系呀，对不对？我只是说还是最初步的哈，
再高一点的境界说，我一样，他死了之后，我就像对着亲人一样去帮他埋葬，帮他解脱，帮他念佛，帮他超度，但无丝毫的贪得之心。今天很多和尚帮你超度一下，想着红包到底给的厚不厚？那这个人就说，红包有啥用？给了我还是给大家，你给我有啥用呢？我根本就没这心呢，我用不着啊。我到晚上谁家溜达一趟，就弄2个馒头吃了就算了，对不对？我拿这干嘛呢？你给了我得分给大家。所以他把所有的本来众生的烦恼之事，对他来说就当这个叫清闲之事，这才是解脱呀。人在红尘，无所羁绊啊，对不对？就头顶火箭炮，手持金刚杵，走遍天下无对手，对不对？处处畅通无阻，就是这样的感觉。对，所以这才是叫大自在。所以他读了这个赵州禅师啊，他们师徒的对话之后，使他才恍然大悟啊，对不对？如醍醐灌顶啊！说原来在那开悟叫开窍，开了什么样的窍呢？贪欲之窍。希望让众生能够记守对他尊崇，把他称为佛。而读完赵州禅师的大开悟之后，所以是了无所得，才方得自在，是这样吗？哈，就是我的感觉了，就当胡说八道了。这个咱也没文化，就是瞎猜啊。太感恩师父了。是不是叫我给蒙住了？给不是，就是在体悟着师父给我们讲的这个境界啊。我也希望所有的网友今天都能够领悟到这一份平常心，还有后面师父讲的帮人无所求的更高尚的这一份境界。就是你能够获得智慧圆通先要做到身心自在。要想身心自在，便无人间所求。凡是有所求，就不自在。凡是超越了你的所有的追求，方得自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再读一遍。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人间也是天堂。若是贪执顽名不化，便是人间地狱，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总感受到我这一生烦恼众多呀，哎呀不得了太多的烦恼了因为你的贪求过多，对不对？得不到的苦，得到怕失去又更苦，对不对？所以很多与贪相关的事情都会变成苦，对不对？但是我们把一切烦恼来临的时候，我当作是一种学习，当作用欢喜接受的心，我乐意接受，乐意欢喜接受这个事情，当作一个学习历练的过程呢，那这种烦恼就变得清淡了，把痛苦劳累变成了欢喜接受的一种体验，这多好呀！所以你的苦立刻就会转化了。对，所以呢，心无丝毫贪欲方得身心自在就得了处处人间好时节处处人神自然和你融为一体，人际关系也好了，是吧？朋友关系也好了，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也好了，这就是自在。讲到这我觉得都没什么好讲的了。感恩师父。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么高的境界的智慧。
也希望我们通过每日的用心的修行去体悟，和有一天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样的大自在。对，慢慢学吧。因为佛法是学来的，虽然很艰难哈，但是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学得的这个意念呢哈，只能是有所收获的。愿大家都能得到大自在哈。收到。好。好，今天的课程太精彩了，感恩师父。已经2个小时了呀。是啊，是啊，不知不觉就2个小时了。我就觉得30分钟哎。是。那祈请师父加持一下我们这个语数房的赞助的朋友们，好吗？好。所有对语数房哈发心赞助帮助我进行全球弘法活动的所有的大慈悲心的朋友们哈，都能够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得大自在，得佛菩萨佛光加持护佑。那咱们那个下次直播还不一定吧哈。定了，是定了哈。对，下期直播是12月28号，就是对下周日台北时间下午的6点，北美温哥华时间呢是凌晨2点。那下周直播呢，又是我们这个年终菩提禅修学院优质客户的年终大抽奖。这个好啊，特别好。上次有400多位这个朋友都中奖了哈，得到师父的点彩，开运了太好了。这一次又会有更多的朋友们中奖。对，那我们的这些优质客户呢，就一定不要忘了去你的这个优质客户我们学院网上我的福利去把你的这个抽奖号码写下来。只要是紫铜客户以上的，就是其实年累计消费300美金以上，你都会获得奖券的。抽奖券。那下一次的这个下周的这个抽奖呢，黄金客户还有一次单独的 VIP 抽奖，就多一次抽奖机会。奖品还特别的不一般。所以那还没有成为黄金客户的朋友们呢，还可以抓紧机会还有时间在下周抽奖之前成为黄金客户，你就多了一次被师父点彩的机会了。好，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大家，晚安。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
小的红遍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